委员好。市长好。台铁啊，有很多事情其实让纳税人看不太懂。我一样来跟您请教。第一个，自强号 EMU 3000型的列车，当初说是台湾最美的列车，结果跑我们的东部干线，座椅不符合人体工学，民众坐的腰酸背痛，充电器难用。这些事情之前交通部的部长陈世凯在这个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也说了，说他自己做都觉得有这样子的问题，这必须要改善。现在目前这件事情改善的进度如何？我想跟委员报告哈，我想为了这个座椅的关系哈，我们大概也不好意思那个你就直接讲，现在改善的进度如何？完成%多少？我们现在已经找出最优方案哈，已经找出来了。那现在要进行所谓的，所以还没有开始进行，对不对？还没有开始，大概好，没有关系。第一个，那你们现在改善的方案要花多少钱？改善方案要花多少钱？大概1.7亿左右。来看一下。一列改装的费用是369万，是，有50列，是，乘起来是1亿8450万，这个数字没有错吗？没有错。我现在问题来了，你们当初跟大家号称还有什么人体工学小组，一堆专家参与，结果搞了半天，新的椅子做了难做，还要花1亿8450万，这个钱谁要出？这不是旧的车子哦，这是新的车子哦。新的车子以后发现椅子很难坐，处理的方式是再花1亿8450万来改，这个钱谁要出？没有人要负责吗？还是没有关系？这纳税人的钱，尽量花，随便花，乱花，反正又不是决策的人要出。这件事情交通部有检讨吗？台铁有检讨吗？还是1亿8450万在台铁的眼中，这小钱蓝山没有关系是这样吗？说明一下，这件事情谁要负责？我再强调一次哦，这是新车哦，这不是旧车哦，这不是旧车老旧，要去换设备。是从新的车开始，座椅就有问题，连交通部部长都承认有问题。结果再花1.8亿，我们的政府很有钱，还是台铁很有钱？来说明一下，谁要负责？我想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个当时它的座椅的材质是所谓的防火的耐燃的部分，所以它比较硬一点那确实大概做起来。大概普遍的就觉得反映说比较硬。这个我刚刚都讲过了，现在我在问你的问题是谁要负责？没有人要负责嘛？没有关系，花纳税人的钱现在大家看不懂我们的政府到底在做什么？决策粗糙，品质烂，新的车的座椅没办法坐。没有关系，再花1.8亿来改，还不是只有这件事哦。再往下看，普悠玛完了以后，你们又搞一个列控4.0，找了一个诈骗厂商叫李立，怎么勾上线的？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李立现在是把我们桃园国际机场。T3航厦的自驾车的系统搞个乱七八糟搞到要解约现在这厂商躲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但是这个诈骗厂商政商关系良好关系非常的好。之前搞一个列控4.0，花6000万，结果我问运安会说系统根本不能用。来，你们这个列控4.0还要再搞第2期吗？跟委员报告哈，这部我们现在还在评估啦。还要评估多久？还评估，还要评估多久？我们会在我们董事会的那个安全。我老实跟你们讲啦，是，当初错了，就勇敢承认错误啦。
不要以拖代变呐。所以要评估18个月，这种烂东西需要评估18个月哦，笑死人了啊！你们反正就是用时间来拖延嘛。之前花6000万，你丢一颗石头到水里还会咚一声呐、你花了6000万搞这个裂控4.0是有什么用？什么用都没有啦！我跟你保证，你18个月买以后绝对不会继续做啦。为什么不会继续做？这东西太烂了嘛！当初6000万拿给这个厂商胡搞瞎搞，有什么具体的成果？什么具体的成果都没有啊！政府很有钱呐、纳税人的钱、国家的钱这样乱花都没有关系啊。改椅子1.8亿，裂控4.0，再丢6000万，钱多的不得了啊！再往下看，台铁遮断器1424号，耗费近4.8亿，什么时候装得完？本来预期什么时候要装完，现在什么时候装得完？跟我们报告哈，现在这个我们评估因为涉及到电源的关系啊，现有的老旧哈，所以变成电源部分要先一并来做更新。那现在我们评估大概会在明年的7月可以完成。明年的7月嘛。是。迟延多久了？大概延了1年多。一样啊，烂得不得了啊！从花莲装到彰化，遮断器放不下来。之前我已经质询过这件事啊，来看一下现在进度啊。本来要装1424号，本来去年8月的时候就要做完了，现在装了396套，加上42套工料，我的资讯有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嘛。是什么时候做得完？你说明年7月，上一次我问哦，你们给我的资料是今年年底要做完，但我看这个进度根本做不完嘛。对，绝对做不完嘛。现在要延到明年7月哦，谁要负责任？第二个，我上次来这边问前董事长杜威跟我讲，说啊，这个遮断器之前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那是铁路平交道，这牵涉到人命的安全哦。我上次质询的时候啊，我说这家公司安全吗？装到彰化都不想要装啊，说不要来装了啊，出代志啊。上次杜威跟我讲说啊，这个问题有收敛，真的有收敛吗？到目前为止有收敛吗？我跟委员报告，确实这些原因有在收敛中。好，一个比较过去2个月电源的关系啦。过去2个月有没有发生事故？因为它遮断器的问题，有没有发生事故？有没有造成人受伤？有还是没有？有啊不？有没有？台东一个，台东的部分有一个。对嘛？这是你们上次跟我讲的，说现在安全没有疑虑啊。我上次质询的时候，台铁回函给我安全没有疑虑啊。结果呢？结果你们内部的人看不下去啊，说那个董事长胡说八道，说谎。你们新闻盖得很好啦，这个是内部的人传来给我的啦。又造成事故了啊，又有人受伤了啊。结果上次我站在这边质询啊，你们台铁董事长还跟我讲，说安全没有疑虑。现在呢，今天还是拍胸脯保证安全没有疑虑吗？我跟委员报告刚提到的这几个原因确实是前面几个因素已经弄得已经收敛差不多，现在就剩下电源的部分。那电源部分因为旧有电源比较不稳定，我们现在准备我要讲电源就来讲电源啦。上次我就讲了，发包的时候没有做好，就开始东拉西扯，说电源有问题，然后你们之前还编了1.9亿啊，你事情没做好，国家还要再编预算，花1.9亿让你去，改善电源。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你们本来追加1.87亿嘛？这是你们台铁本来台铁电联智慧化提升计划里面的内容啊。是吧？是。我公开质询完了以后，说啊，这个不能再给同一家特定厂商做，这也出代志。说现在要公开招标，说3月要发包，决标了吗？还没有，这还没有决标。网络的决标。什么时候要发包？还要再拖多久？今年的4月就会发包。我再讲一次。
你们112年回函的内容是什么？遮断杆没有电流不足的问题。结果现在厂商东西搞不好，我们政府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纳税人的钱拿来花，我再编预算，再让你改善电流。现在我有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厂商当初在投标的时候，他不知道既有客观环境是什么。你们当初还跟这个厂商讲，不要去牵拖电流的事情，结果现在最后政府让步了。政府让步解决的方法是什么？纳税人的钱编啊，用纳税人的钱去帮这个厂商啊。之前给你4亿多，搞不定，不仅迟延，安全还有问题。现在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我再编预算，再给你钱搞。我为什么说纳税人看不懂？我们政府很有钱呐，预算这样乱编乱花都没有关系啊，从头到尾没有人要负责嘛。我有说错吗？钱这样花，整个交通部看也没有关系，台铁也没有人要负责。